共军的临沂城，还是让我张灵甫踩在脚下了。师座。经过5天的战斗，张灵甫终于如愿攻入了临沂。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这座被称为山东共军首府的城市，竟然已经人去楼空了。他明显感到共军主动弃守临沂并没有这么简单，但究竟有什么意图呢？他一时也拿不准。张灵甫记得1个月前，委员长亲自部署，信心满满的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，并且让陈总长坐镇徐州，以11个整编师的兵力组成2个突击集团。南线由19军军长欧震担任前线指挥，带领8个整编师，兵分3路北上。北线则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李先洲指挥3个军组成辅助突击集团，计划南北夹击，在临沂一带寻找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主力，与之决战，并且提出了稳扎稳打、齐头并进的会战方针。而他的整编74师和李天霞的83师以及桂系的第7军组成了南线兵团的中间。如今他们抢先攻进了临沂城，无论如何都是头功一件，张灵甫暗自得意。我第1兵团经过激战，消灭共军10个旅，共军主力溃不成军。这快去发报啊！是。司令英明，真英明啊！经过司令官的修饰，战果一下扩大了10倍，而且人人有功，真是皆大欢喜。经过各兵团汇总，等到达蒋介石和陈诚耳朵里，已经变成了歼灭共军16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了。陈诚和蒋介石收到前线的捷报后，也是大为欣喜，认为临沂之战有效打击了解放军，所以华东野战军只能被动放弃临沂，而且能攻占共军山东首府。对蒋介石而言，这一仗不只是军事仗，更是政治仗。随即他让陈诚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，大肆宣传了这一仗的战果。临沂大捷的消息也让美军顾问团很满意，美国政府也答应了加大对国军的援助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要求陈诚进一步发报在北线徘徊的李先洲，令他迅速南压进驻新泰，配合南线集团军，力求合围撤退的华东野战军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现在呀，李先洲兵团从莱芜向新泰进军，我军呢也向莱芜方向包抄上去，北卷战局的发展可以预料啊。原来这一切都在粟裕的战略之内。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，战机难寻，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威胁后方，不如改变原定方针，放弃对垒南线重兵集团，迅速挥师北上，以绝对优势兵力先解决李先洲这个较弱的敌人。然而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北线之敌一旦发现我军主力北上，就可能退缩使我军扑空。而为了实现这一意图，粟裕在行动中还采取了种种佯动措施，迷惑敌人。在华野主力兼程北上的同时，特意留了一个纵队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南线之敌纠缠，也就是所谓的试行于鲁南，击敌于鲁中。然后他又令一部在临沂以西的运河架设浮桥，并在黄河边筹集渡船，造成我军准备西进中原会合刘邓野战军的假象。同时在行军途中，我军发挥组织优势，发动当地群众实行空舍清野，因此南线的国军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信息来判断我军的动向。放屁！共军哪来的共军主力？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也不明白啊，他们好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您停！待到北线的李先洲查明情况时，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对莱芜地区的合围，发起了总攻。他想再要调整部署已经为时已晚，仅用了1晚上，我军就全歼了李先洲兵团的77师。这时候李先洲已经孤立无援，十分恐慌了。共军已经向我发动了总攻，兄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。张师长，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，赶快来拉兄弟一把，拉兄弟一把吧！得知李先洲已经被包围的处境后，张灵甫加快了行军的速度，只要再给他1天时间，他的整编74师就能赶到吴南坝增援了。坚持到傍晚，坚持到傍晚。另一边身处济南的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一看情况不对，随即下令李先洲率部向北边的口镇方向突围。他指望剩余部队能突围至明水，不仅可以东援淄博，还能加强他在济南的防卫。然而王耀武的如意算盘显然是落空了，李先洲的突围正好落入了粟裕准备好的口袋。为了尽快解决战斗，粟裕在攻打莱芜时故意为3缺1，开了口镇方向的口子。当李先洲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往北突出去时，才发现粟裕已经派部队卡住了他通往口镇的要道。李先洲的部队一到达预定伏击区，东西两翼的强大突击集团迅速对他发起猛攻，而他原先在莱芜的阵地也已经被抢占了。他两头受阻，
北进不动，南退不得，只剩下挨打的份了。李仙洲这个蠢货，就是抓猪也没这么快。得知李仙洲兵团被全歼的消息后，张灵甫也是气愤不已。6万多人马，不到3天的时间就全完蛋了，还让共军俘虏了4万多。没有了北线的李仙洲兵团，他的王牌师也只能退回临沂暂做打算了。你们在座的各位都难辞其咎。同样感到气愤的还有蒋介石。战役结束当天，他亲自飞抵济南，大骂王耀武失职，李仙洲无能。莱芜战役之后，徐州绥靖公署即被撤销，绥署主任薛岳被免职，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移驻徐州统一指挥。反观我军方面，经过莱芜战役，华东野战军继续壮大，兵员增多，武器改善，部队士气自然水涨船高。莱芜战役是我军转入纵深后打的一个大运动仗，国共双方统帅部和战役指挥员都对战役计划做了精心筹划，并且都投入了各自可能集中的最大兵力，仅3天时间即以我军干净利落的胜利而迅速结束。战役后，我军乘胜扩大战果，几天之内就控制了交际铁路沿线250多公里的地方，其中包括13座县城和几十个重镇，使山东的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莱芜战役之前，国共双方还进行过2次比较大的战役，分别是苏北战役和鲁南战役，我军都取得了重大战果，全歼了国军的整编69师、26师和51师。国共双方在华东战场的态势，经过不到1年的发展，已经由原先兵力上的敌强我弱，转变成势均力敌了。这也预示着一场更为猛烈的暴风雨即将到来。战争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，战机往往稍纵即逝，攻守之势此消彼长，对双方的作战思想、指挥调度、组织动员都是巨大的考验。随着华东战局的深入，国共双方又会怎样应对呢？下一期将结合红日电视剧进一步为您解读，敬请关注。